战印先爱上海童，他爱得比较深了，但海童才迈脚进去，随时都会缩回脚。战印沉默，他和海童容易闹矛盾，除了感情不够深，还因为他的性格与习惯，想指望海童为他而改变，不太可能。她不是那种愿意完全依赖着男人的女人，她能处理的事情，他连知道都不让他知道呢。所以只能是他为了他改变。怎么不说话？每次奶奶教你怎么追妻，怎么去和海童培养感情的时候，你都是不吭声的。我不知道能说什么。战印老实的道：老太太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木头孙子呀？那8个要是也像你一样，我宁愿提前去找你爷爷。那夫妻团聚呢，也不想为你们操这个心。儿子儿媳妇们也想操心，但这班小子面对他们的父母时，不管父母说什么话，他们都是左边耳入，右边耳出，完全不把父母的话放在心上。他不得已一把年纪还要为孙子辈操心婚事。哇，他上辈子肯定是当媒婆的，还是业务不太好的媒婆，这辈子为孙子的婚事操心才会那么难。奶奶，我的事我会处理好的，你等着抱曾孙女就是啊。我等的头发都白了，奶奶可以去染回黑发，还能气你奶奶？看来没事了，奶奶挂电话了哈。老太太懒得再和战印说下去，怕会被战印这个臭小子气得提前见她老公去。把手机扔在茶几上，手机划过了茶几，往地上掉去。战一晨动作迅速地帮奶奶捞接住手机。奶奶，你新买的手机呢？砸坏了，你们一人送我1台新手机。我能有10几20台的，不怕摔。战一晨，奶奶，我大哥又气你了。老太太瞪着他，你们每个都是讨债鬼，你看看你，跟你大哥差的也不远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放假也不知道出去找乐子，坐在这里做什么？坐在这里，老婆能从天上掉下来给你。战一晨忙把手机放回到奶奶的面前，嘴里说道：奶奶，我现在就出去，在院子里坐着，等老天爷从天上给我掉下个女朋友来。那在老太太想打他的时候呢，他赶紧溜出几米远，又折回来，忘记拿他的手机了。下午一晃眼就过去，冬天的黑夜来得很快，傍晚6点过后，天色就渐渐暗沉。商家大别墅里，今晚灯火通明，如同白昼。鲜少会办宴会的商家难得办一次宴会，哪怕是临时给大家送去的邀请函，但凡接到邀请函的人都来了，除了与商家不对付的战家没来。是商家没有给战家送去邀请函，主要是考虑到商小飞的感受啊。他好不容易愿意放弃战印的商小飞，看到战家人后，又会对战印死灰复燃，继续纠缠战印。故而呢，心情再好的商太太也不想邀请战太太前来参加宴会。商太太的身边带着女儿商小飞以及大外甥女海玲，海玲牵着洋洋。海玲太胖，她并没有穿晚礼服，主要是没有适合她穿的晚礼服，定制的话来不及。不过她穿上了新的衣服，化了个淡妆，再戴上一套商太太送给她的珠宝，显得特别富态。洋洋穿着儿童西装服，小家伙本来就长得俊，穿着儿童西装让她的俊俏上升了几个层次，就但凡见到洋洋的女性都忍不住想抱抱她。小家伙一开始有点怯场，很快就适应过来了，胆子也大了，只要有人夸他长得好，他就甜甜的道谢，反而成了全场的焦点。陆太太和陆四少爷到了，有佣人走到商太太的身边说道：身份贵重的贵夫人来时，商太太都会带着女儿和外甥女亲自出去迎接。商太太当即握着海玲的手，笑道：海玲，跟大姨出去迎一迎陆太太。陆太太就是陆东明的母亲，陆东明帮过你的。商太太简单的点明了陆太太的身份。海玲笑着点点头。大姨办这一场宴会，本就是要把姐妹俩介绍给大家认识，也是向管城人宣誓，她们姐妹俩背后的靠山是商氏集团。
商太太带着女儿和外甥女迎了出去。在院子中央就遇到了往里走的陆太太母子俩。陆太太四少，商太太。商太太满脸是笑，好像和陆太太是多年老友一样。那陆太太同样摆出一副笑脸，回以同等的热情。事实上呢，他们平时见了面都不打招呼的，因为陆家与战家交好呀。今晚呢，陆太太肯赏脸参加商家的宴会，主要是她的小儿子愿意陪着她来。感觉明天的太阳会从西边升起的陆太太，就带着点好奇啊，前来商家参加宴会。她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小儿子愿意陪她参加宴会。以往就打死她都不愿意陪老娘出席任何的宴会。两位地位相同的当家太太相互寒暄过后，就开始了千篇一律的互夸儿女。那夸完了商太太的3个孩子后，陆太太的视线才定在海玲的身上。商太太，这位就是你的外甥女吧？商太太拉着海玲的手，笑道：“这位是我大外甥女海玲，她妹妹临时有急事，没有办法跟陆太太见面。洋洋。”在商太太介绍海玲给陆太太认识时，陆东明弯下腰去，伸手想摸一下洋洋的小脸。这小家伙穿着儿童小西装的样子真好看。洋洋本能地往海玲身后缩去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害怕这位陆叔叔。陆东明又一次尴尬地缩回了手。站直身子后，他就不好意思地冲商太太笑笑，说道：“洋洋总是怕我呀。”陆太太捕捉到了重点，问着儿子：“东明，你认识海小姐啊？”叫人家儿子的小名叫的那样亲切。陆东明就很老实的道：“海玲之前是在我公司上班的，前不久才辞职。”见洋洋抓住妈妈的衣服，然后探出个小脑袋来偷看自己，陆东明冲小家伙笑，还拍拍手掌，再朝洋洋伸出双手，示意洋洋近前让他抱一抱。他想抱这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很久了。洋洋马上又缩回妈妈的身后。海玲扭身抱起了儿子，对儿子说道：“洋洋，这位是陆叔叔，你见过的。”洋洋看着陆东明，很有礼貌的他就是不叫喊陆叔叔。这孩子长得真好，陆太太夸了一句。商太太的大外甥女长得太富态，不过养的儿子倒是很俊俏。东明，你这长得太凶残了，把小家伙吓到了，他才不要你碰。陆太太损了小儿子一句。那陆东明当初出事呢，伤了脸后，陆太太劝儿子做个整容手术，把脸上的刀疤去掉，那样能恢复他俊美的容颜。可是这个不听话的混小子，在出事时让他这个当妈的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，不知道哭了多少回，却不肯听他的劝说，不愿意做整容手术。多年过去了，那条刀疤依旧明显。原本俊美的人破了相，导致35了，不，马上就要36岁了，还是光棍一条。别人家的儿子36岁都有2、3个孩子了，他的儿子36岁还无人问津。就难得看到陆东明喜欢一个小孩子，陆太太就带着机会损他。陆东明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洋洋见我见得少，以后常见他就不会怕我的了。”陆太太蹙眉：“常见。海玲租了我的店铺，要做早餐店。我每天上班都会经过那里，不就能天天看到洋洋了呀？”陆东明解说了一句：“商太太，我过去和商总打声招呼，那商无痕是夫妻俩一起接待客人，没有跟着母亲。”商太太微笑的点头，陆东明就朝商无痕走过去。陆太太多看了海玲2眼，眼神夹着不喜，不过没有说什么，就与商太太边说边往屋里走去。商小飞等2位妈妈走远了，她拉着海玲说道：“海玲姐，我们等等再进去，让我妈跟他们聊完儿女经再说。”海玲理解的笑道：“好。陆太太看你的眼神，我很不喜欢海玲姐。你不用管他们怎么看你，有我妈在，他们也不会怎么样的。”商小飞看出陆太太对自家大表姐有点嫌弃，
在知道海玲租了陆东明的铺子要做餐饮生意时，陆太太看海玲的眼神，商小飞觉得那是防备，防着他家表姐会肖想陆东明似的。小飞姐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眼神，海玲压根儿就不放在心上。今晚她虽是主角之一，能与管城上流社会的贵妇人认识，仅此一晚而已。天亮后，她就会离开商家别墅，回到她的租房去，为她的铺子购买装修材料，年后重新翻修一下，还要购买各种必需品，忙得很呢。上流社会这个圈子啊，目前是不适合她海玲的，不适合自己的圈子，不要硬挤进去啊。这点自知之明，海玲还有的。大姨再有钱，那是大姨的，与她无关。她想过好日子，要靠她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。主要是陆太太觉得海玲姐会肖想陆总一样。商小飞心直口快，看出陆太太的意思，就说了出来。海玲见她很生气的样子，好笑的道：小飞，你看姐都不生气呢，姐难道看不出来？在陆氏集团的时候，他们也认为我肖想陆总啊。随便他们想，我刚从苦海爬出来，不考虑再婚的事。周红林的母亲呢，一个月拿个2、3千元的退休金都难伺候，老是挑我刺儿。陆太太是豪门贵妇，更不好伺候。我是脑袋进水才会肖想陆总。经过失败的婚姻，海玲领悟很深，以后她不会再轻易踏入婚姻的大门。放心吧，姐不会送上门让陆太太刁难的，你别气了。海玲姐，你就是宽宏大量，换成是我，谁敢用那样的眼神看我，看我不撕了他。海玲笑，她怎能和商小飞比啊？那商小飞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千金小姐，她海玲却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女。反正以后有我罩着你，谁敢给你脸色看？欺负你，跟我说，我帮你撕了他们。小军来了。海玲看到沈小军姐弟俩后，提醒商小飞，成功的分散了商小飞的注意力。沈小军又是拉着弟弟一起来的，主要是给他当免费的司机，让他在宴会上可以放肆的吃吃喝喝。可惜的是，海童不在管城啊。小军，商小飞和海玲迎过去。小军，你咋现在才来呀？商小飞上前亲切地挽住沈小军的手臂。很多人看过来，认出沈小军后，有些人窃窃私语的，那不是张太太的娘家侄女吗？好久没有看到她了。商太太大概是不知道沈小姐喝醉后的举动吧，居然敢请她过来，也不怕她又像上次那样往地上躺。听说沈小姐和商太太的外甥女是好闺蜜，会请她过来很正常。咱们离她远一点，就是这种人出现就是个笑话。沈小军不知道自己的出现会招来那么多非议，他问着小飞：我迟到了吗？我看邀请函上的时间还来早了的。他又向海玲打了招呼，再抱过洋洋，笑着夸海玲：海玲姐，你今天这样打扮真富态。你说我胖，我也不介意的。海玲能吃这么胖，也能坦然地面对别人的嫌弃，不怕别人说她胖。她很努力地在减肥了呀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就海玲姐真的很富态。以后海玲姐肯定会成为咱们管城的女首富的，这般富态啊。听着小军的夸赞，海玲笑道：你这么说，我是有当富婆的潜质。我记得郑书神神叨叨地说过，海玲姐和彤彤都是先苦后甜的命。那沈小军抱着洋洋，带着弟弟跟着商小飞一起走向别墅的主屋。沈小峰跟这几位姐都见过面了，这几位姐说话时，他不好插话，就默默地当个小跟班了，心里盼着苏总早点过来，他还能有个伴。海玲的手机响了，他停下来拿出手机看来电显示是个座机电话打来的。谁打来的呀？又是你前夫家里的人。见海玲犹豫的样子，商小飞关心地问道：不知道是谁，是个座机号码。海玲犹豫了一下后还是接听了。海玲，是我。海玲，海志明，有事？海玲的声音都冷了几分。海志明在电话那边嘿嘿地笑，听说你离婚时从你丈夫那里分到了100多万元。海玲防备心顿起，
他冷冷地问：你听谁说我分到那么多钱？我婚后没有上班，没有任何的收入。你婆婆说的，海玲，我现在生意不好做，亏得厉害，以前赚到的钱都亏没了，没有钱周转，你借我100万周转周转。海玲都气笑了，嘿，那些人的脸皮还真是厚，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他姐妹俩。海志明，你有没有照过镜子？你的脸有多大？你们那样对待我姐妹俩，你还好意思开口向我借钱？对，我是有100多万，但我不借给你，借给谁都不借给你。海玲，别这样嘛，我们怎么说也是兄妹。你看，当初你们姐妹俩太绝了，不让你老公家里给彩礼钱，人家不花钱就把你娶过去了，就不懂得珍惜你。以后你再嫁，可得让男方家里给一笔彩礼钱爷爷那里收着，花了大钱娶回家的老婆，人家知道肉疼，不敢随随便便就把你抛弃。你现在有那么多钱也花不完，借我100万周转过来了，就还给你。再说了，我生意亏成这样啊，那也是因为你姐妹俩的原因，要不是你们写那些博文败坏我的名声，我的生意也不会一落千丈，导致现在都做不成了，还天天亏本。海玲冷冷地道：不借，1分都不借。海玲直接挂断电话。被海玲挂了电话的海志明直接就爆粗口：怎么样啊？他爸关切地问道：海玲肯借钱吗？爸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不会借钱给我的。别说我们关系闹得更僵了，就算没有闹僵，谁肯借100万给我？海志明烦躁地在大厅里走来去。现在呢，他们就已经回到了海家村，在外面什么都要钱。以前他生意好，每天能赚不少钱，倒是无所谓。现在他生意做不下去了，快要把老本都亏掉，就开始心疼钱。海老太太过2天就能出院回家休养，主要是快过年了，老太太想回家过年。海家人除了海老头是固定在医院照顾老伴的，其他人都回了家，再轮流进市区陪护。海志文也还留在市区，他还在找工作，但很多公司都提前放年假了，海志文找工作也很不顺利，主要是他被商事打压，就算有公司看中了他的能力，本想录取他的都会收到商事集团打来的电话。那些公司呢，怕惹毛商事集团，最后都会反悔，不再录取海志文。哪怕海志文去了那些与商事有矛盾的公司面试，最后的结局也是不被录取。他花了点钱问过那些与商事有矛盾的公司人事经理，为什么不录取他？对方回答他说他得罪了人，那哪家公司敢录取他，就是与对方为敌。海志文问人事经理是不是商事集团的人，得到的答复是：你竟然还得罪了商事集团？你家里在农村的吧？还有田地吗？还有田地可种的话，我劝你赶紧回家种田吧，至少饿不死。想找工作你是找不到的了。然后不管海志文怎么问，人家都不告诉他。除了商事集团，还有谁在打压报复他们？海志文心里清楚，是海彤姐妹俩背后的靠山。他原以为就是商小飞，现在看来，除了商小飞，还有个更厉害的人站在海彤姐妹俩的身后。那是谁？居然能让他在管城找不到工作。海志文被打击得失去了信心，那决定等奶奶出院后，就送着爷爷奶奶回老家，年后再做打算。那怎么办呀？海大伯忧心忡忡的，海彤姐妹俩背后的靠山咋这么厉害？居然能让你们丢工作的丢工作，生意亏本的亏本，你那生意又不是什么大生意，就小本生意也受到影响。志明，等你奶奶出院回来后啊，我们大家再商量商量吧，按照海彤的要求真诚的道歉，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。海彤说过，他们当初是怎么诬陷他们，败坏他们名声，把他们放在火上烤，那让他们遭受网暴的就要怎么道歉。海志明犹豫着，都这样了，在网上公开道歉有什么难的呀？网上公开道歉后，我们再备上厚礼，去找海玲姐妹俩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个个都要收敛自己的脾气，
好好的道歉嘛，只要他们俩不再计较，说不定就好了哈。海志明恨恨地道，海玲姐妹俩也太狠了点儿。我们是有错在先，不过发了一篇博文，请了点水军网报了一下他们而已。他们也反击了，我们最近2个月也不好受，损失多大呀？打成平手了，他们还咬着不放，非要把我们逼上绝路。海志明就很不甘心啊，他继续说道，他们心里始终在记恨着我们，记恨着当年的事情。爸，我们和他姐妹俩这辈子估计都和解不了。三叔的房产，我敢说他们也会回来争的，那是我们海家的宅基地，出嫁女没有份儿了，他们回来争就能争走了。爸，儿女都有继承权的呀，只是咱们农村习惯性把家产留给儿子而已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我们明显处于劣势了。海大伯后悔的道，当初就不应该那样做。你奶奶生病要花的钱，她自己的私房钱都有几十万，我们每家再出一点也够她治病的了。结果你们个个都不愿掏钱，想到逼那对姐妹俩出钱。海玲结婚时我们去要彩礼，她是怎么做的？就该知道那对姐妹俩不是软弱可欺的，当年他们不过是年幼而已。海志明也有点后悔，但没有后悔药。他们错就错了，现在只能一条错路走到黑。我再去打听打听，到底是谁在背后给他们撑着腰。那海志明甚至都起了杀心，想找人把海玲姐妹俩给做了。想起小堂弟因为找海童算账，被海童送进了派出所，海志明赶紧把涌起来的杀心压了下去。先道歉看看结果吧。要是到了歉后，他们的日子还是不好过，就休怪他无情无义了。他就算是死，也要把海玲姐妹俩拖上陪葬的。商小飞全程听到了海玲和海志明的对话，他怒道，他们还敢纠缠你们要钱，想跟我借钱，说生意不好做，亏死了，要借100万周转，脸真够大的。我总以为在管城，我商小飞是最厚颜无耻的了。别人都是这样说我的，说我不要脸去追求战少，说我厚颜无耻什么的，跟你老家的亲戚比，我的脸皮薄多了。海玲反过来劝着商小飞，小飞犯不着跟那些人生气，我姐妹俩和他们这辈子都不可能真正和解的，我管他们去死。老家那些人日子不好过，是遭到报应了呀。走走，咱们去吃东西吧，喝酒。小飞，哇，你家的点心师做的点心特别好吃，我今晚要放开肚皮大吃特吃。那沈小军错开话题，商小飞笑他吃那么多甜食最容易长胖。海玲姐，我没有说你。海玲不在意的道，吃甜食的确容易长胖，我现在已经戒了，我不怕，我每天都跑步锻炼身体的，吃再多也不会胖啊。沈小军拖着商小飞叫上海玲母子俩一起进屋里去。海玲是真的不吃甜食了，宴会上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，她都忍着都不碰，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她才能瘦身成功。那等苏南来的时候，沈小军已经吃饱喝足，还醉了。沈小峰跟着来，就是负责送他姐回家的。他挽扶着醉醺醺的姐姐出去时，恰好遇到了苏南。那苏南被大家众星捧月的迎进来，苏南刻意来迟，就是想让大家都注意他，却没想到沈小军居然要走了。他这才来呢。苏总。沈小峰朝苏南点点头。沈小姐之事，我姐醉了，酒量不太好呢。苏总，我先送我姐回家。沈小峰扶着姐姐再次向苏南点点头，然后从旁边走过。那不仅是沈小军醉了，连商小飞这种酒量极佳的人也醉了。主要是2个人不知道怎么的聊到了战少，然后商小飞就让佣人把红酒换成了烈酒，和沈小军你一杯我一杯的，2个人都醉了。苏南本想在万众瞩目之下走向沈小军，让人知道他对沈小军有意思的，现在一切泡汤了。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他每次都算错了。苏南会在商家的宴会上露面，主要是冲着沈小军来的。那沈小军走后，他也没有待多久便离开。
商家的宴会办得热热闹闹，到深夜才结束。隔天，海玲带着儿子婉拒了商太太的再三挽留，坚决回她和儿子的小家。离开商家之前，海玲还和商太太长谈了一番。商太太是想赠送2套房产给姐妹俩，海玲问过妹妹后，一起婉拒了商太太的赠送。商太太也想给2个外甥女每人一笔钱，让他们的物质生活能够提高一个层次。海玲依旧拒绝，她对商太太说道：“大姨，我和彤彤都还年轻，又四肢健全，不需要大姨的帮扶。大姨也不用担心我们，相信我们吧，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爬起来的。我还想请求大姨一件事，我和海彤是你的外甥女，尽量不要弄得满城皆知。我和彤彤一路走过来，尝尽人情冷暖，人心险恶，我怕别人会利用我们姐妹俩对大姨、对商氏集团不利。”商太太沉吟片刻后说道：“海玲，你能这样想，大姨很开心。你们姐妹俩的坚强像极了大姨。既然你们都不需要大姨的帮助，那大姨就不出手了。不过，你们以后若遇到困难，一定要跟大姨说啊。别人知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无所谓，但要让你们老家的亲戚知道，免得他们老是纠缠你们姐妹俩要钱。商氏集团的名头还是很好用的，他们早就知道我们的靠山是小飞。商小飞在店里跟海家人起过冲突的，我不会刻意去告诉他们，年后打官司要回我爸妈的房子时，或许就要借用一下大姨的名声，给他们增加心理压力，有利于我姐妹俩。你们什么时候要打官司，跟大姨说一声，大姨帮你们请最好的律师，按照继承法，你们完全能赢了官司的呀。海玲也知道打官司，姐妹俩能分到房产的。只是那一大家子太无耻，能缠，就算打完官司，估计还要扯皮，那个时候就真的要用到大姨的身份了。跟商太太长谈过后，商太太当真做到了，只在暗中默默地关注着外甥女，没有出手相助。人生路都是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完的。1个星期后，战印的重感冒好了，就需要他处理的工作，在他住院后，战一晨过来接手。那在战印出院的前一天，战一晨就回到了管城。距离过年也近了，大部分工厂已经给出了过年放假的日期。战氏集团年关时特别忙，请示过战印后，在年25开始放年假，年后初10开工。战印记着老婆说过的话，他感冒一好就能吃肉的。回到分公司安排给他住的公寓后，战印就开始收拾。战印怎么收拾东西？海彤不解地问，他们刚从医院回来呢。彤彤。战印转身面对着海彤，并伸手扳住她的双肩，眼神深深地看着她，温沉地道：“这里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不想我们俩的洞房花烛夜在这里度过。”海彤美眸闪烁，你还记着我说的话呀？战印把她压向自己，俊脸逼近，贴到了她的脸上。磨蹭几下后，他在他的耳边低语：“你骂我的话，我记不住，但你说要把我吃掉的话，我记得牢牢的。就这1个星期里，我就是靠着你那句话，才能每天喝1大杯的中药，苦死他了。哇，每天都是1大杯。私底下呢，他还吐槽董总给他买的保温杯太大个了，能装那么多的中药，每天喝完1大杯的中药，他都想吐，是不是好苦啊？”海彤每天闻到那些药味都觉得苦，难为他了。哇，每天都喝1大杯，是好苦。我现在好了，你是否给我一些甜点，让我甜一甜？海彤笑，两手环上他的脖子，很自然地亲上他的薄唇。喜欢的女人还是自己合法妻子，每天在自己面前晃着，却不能亲一口。战印也憋得慌，现在解放了。他不客气地缠着海彤，霸道地索吻。良久，那海彤靠在他的胸膛上，调整着气息。彤彤。海彤仰头看他，见他神情严肃，他眨眨眼，这家伙变脸真是快啊。他问：“怎么了？”这张脸又变成了教导主任的脸。
还记得你第一次在我店里帮忙时，那些学生看到你都不敢进店买东西了。战印的大掌落在他的脸上，拇指反复地在他的脸上摩挲着，脸上有着点笑意。那次你催我回公司，我气死了，觉得我肯帮你的忙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还要赶我走。以前的他在他面前是真的傲娇，脾气又不好，整天都绷着一张寒冰脸，活像所有人都欠了他几百亿未还。战印，你想对我说什么？海童放任他反复地摸着他的脸，他也很享受这种带着亲昵的抚摸，感觉他在他眼里就是稀世珍宝。有件事我一直都瞒着你。什么事？战印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：彤彤，我说了，你要保证不生气，要保证说过的话不反悔。海童看着他，他也看他。对视片刻后，海童推开了他，拉开彼此的距离。战印，你又想挖坑坑我了？你都没有说出来是什么事，就要我先保证不生气，保证说过的话不反悔。万一你要说的事会让我非常非常的生气，难道我要憋着，要强装欢颜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憋着的，生气了我就拧你、捏你、咬你。战印伸手想拉他，被他拍开了手。你先别碰我，把你瞒着我的事说出来，我看看我能不能忍着不家暴你。战印就是我不止明苑花园那一套房。海童两手环胸问道，然后呢？我在豪庭别墅区还有一栋位于山顶的别墅，在和你领证之前，我都是住在那里的别墅。娶你之前才临时临急的在明苑花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。海童就瞪着他，豪庭别墅区，就那里的别墅多少钱一平方的？海童平时关注的都是套房的价钱，然后计算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赚到首付的钱，压根儿就不敢去设想别墅的是过儿。那些别墅区他是从来不关注的。海童掏出手机，在网上查询管城豪庭别墅区的别墅多少钱一平方，这样一搜，他知道了豪庭别墅区是高级别墅区，住在那里的人都是很有钱的。战印竟然在那里有一栋别墅，还是山顶别墅，视野很好的那种。把手机塞回外套的衣袋里，海童扭身走到沙发前坐下，直勾勾地看着战印。战印也在看着他呢。不知道他到底是在生气还是在惊喜啊？惊喜啊，应该没有。彤彤，我们是属于闪婚。战印走过来，在他身边坐下。他一坐下，他就往旁边挪了挪，拉开距离，并说你就坐在这里，别靠我太近。他绷着脸，生气的道：我知道你为什么会瞒着我，无非是怕我知道你有一栋别墅，贪图你的钱而已。在战氏集团当高管，你的年薪多少？好几百万吧。你平时工作忙，不是加班就是应酬，花销都有公司报销吧？又没有女朋友，未婚，你也说过你没有家庭压力啊，你父母都不需要你们给生活费。你存了很多钱吧？能买得起过千万一栋的别墅，很正常。我也知道从领证开始，你就在防着我，把我当成心机女，怀疑我是图你的钱。海童说着说着，忍不住抄起沙发上的那只枕头，就拍打着战印。战印，你有一栋别墅都瞒着我，自己做不到完全坦诚，那个晚上也好意思冲我发火，说我有事瞒着你，不把你当成一家人，说你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你还不服气了。战印放任他，就用枕头拍打着他，反正也不痛。他选择告诉海童，他名下有别墅，不止一套，但他现在只敢说一套，就是试探一下海童知道他真有事瞒着他时，他是什么反应。他生气呢。我服气，彤彤，我服气，我知道我过于自我，你骂我都骂对了。他长臂一张，把海童连同那只枕头都搂入怀里，歉意的道：我知道我老婆不是心机女，不图我的钱，彤彤别气，气坏了，我心疼。海童在他手臂上拧了一把，没好气的道：现在干嘛又告诉我？我常住那里，我觉得那里才是我的家。
是他的私人地盘，是只属于他的小家。我想啊，咱们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度过甜蜜的洞房花烛夜。海童撇撇嘴，又拧他手臂一下，你这是给自己找一个让我不会太生气的理由。把你瞒着我的事情说出来吧。战印被他拧了2下，都不肯松手，依旧圈搂着他。我是真的想在咱们的家里度过意义不一样的。彤彤，原谅我对你的隐瞒，好吗？海童推了推他，他不松手，他就放弃了。别墅是全款的还是供的？战印在心里算了一笔数后，说道：我大学一毕业就进入战氏集团工作，已经工作了好几年，一开始年收入只有几十万，干了好几年才年薪100万，再到现在我年薪几百万。虽说我的工资都存起来，不过要全款买那栋别墅还是很吃力的，所以我是公房的，首付我给的多，给了80%，这样还贷时就轻松很多，每个月还了房贷后，我的钱又存起来，才能在与你领证之前再买一套房子。这也是领证之时，我大方的和你说，若是我们离婚，我愿意把明苑花园的那套房子以及那辆商务车分给你，作为补偿你的青春损失费。海童，怪不得刚领证那会，你要求与我签协议，那么大方的说离婚肯分房子给我，你都能买别墅，怎么不换一辆好车啊？